琵琶湖八景，燕根城、燕根古城。我们现在是围绕着燕根城古城这边绕着一圈，这个湖周边有一圈的护城河，好安静哦，早上。又到了每日的便利店早餐时间。我们刚刚一大早从燕根城古城那边转了一圈，然后在它的这个街道里面走了走，看了看这个燕根城的城市。这个城市很神奇，它的街道蛮新的，它的房子呢也是蛮新的，都是那种一户建。然后燕根城呢，它是个古城，是个名胜古迹。那如果你想要参观那个古城里面的皇宫的话，你就可以进去参观。但是我们只是在外面绕了绕，没有进去。我们看到了它的最高的那个标志性建筑的城堡。我们今天是从琵琶湖骑到京都 Kyoto， 大概70多公里。这一路会沿着琵琶湖骑，所以呢，风景应该不错。可是今天风有点大，温度有点低，有点冷冷的。琵琶湖这边的风好大哦，然后那个湖水很神奇耶，它明明是个湖，可是呢，它有海浪，它有湖浪，它的浪特别大，而且就像海一样。如果不知道它是琵琶湖，我以为这是大海呢。好冷啊！为什么琵琶湖的湖水像海一样有这么大的浪？风好大呀，琵琶湖。好绿哦，这边。我们怎么远离湖了？什么证？我们韩国骑多少来的633。哦，那我们这是跟韩国差不多。OK。比湾口 Lake 比湾，耶！骑到了 Lake 比湾旁边的一个 shopping mall， 我们在这里吃个午餐吧，看看这里有什么可以吃的。感觉这里是很多奥乐的店的感觉。今天中午吃乌冬面，在一个 shopping mall 的food court里面买的。香土豆饼。琵琶湖大桥的一个小坡，这个整个桥都在晃，有车经过的时候，整个桥都在晃。这周围风景还蛮美的，
琵琶湖真的好大，四周环山。那个湖的形状，因为它像琵琶，所以呢，取名为琵琶湖。我们为什么老是跑到人家家来呀？这里超近路，但是要爬坡噻。怎么开始上山了呢？上山之路，演哥说穿过这座小山就到了京都。穿过这座小山的意思就是穿过这座小山啊。在上山的这个路上，突然碰到2个外国人，欧洲人，他们骑的 touring bike 上坡，他们已经骑到我前面去了，太厉害了。我的后面还有2位欧洲人，估计他们跟前面2位是一起的，他们也上这条坡。I live in Singapore. I'm from China, but I live in Singapore. You are from China and you live in Singapore? Yeah. Are you all friends? Yes. With my husband. I saw a few of you. Is he your friend? Oh no, my husband is in front with small bikes, small wheel bike. So. Goodbye. 终于，到了，下坡了。嗨，啊！ Sleeping in hotel? Hotel. Yeah. Okay. Maybe next time we plan for camping. Ah, yeah. Yeah, but this time it's quite short time, only 2 weeks. Ah, okay. OK, see you up. 什么鬼？我们刚刚在路上碰到2对 couple， 一对是从哥伦比亚来的 Colombia， 另外一对是从法国来的。然后我们所有人都到达了这个上坡的最高点，然后下坡。然后那个哥伦比亚的那对 couple， 他们先下去了。结果我们要下坡的时候，看到他们返回来，他们说这条路走不通，这条路下坡过后是去highway，所以呢又要原路返回，就等于说我们白白爬了一个坡，我的天！不过很幸运的是碰到同样都是 couple tour bikeing 的那种组，还挺有意思的，跟大家聊了一下。Slowly. 哇！拜。这是什么神奇的缘分，让我们在不同国家，然后在这个小山头里面相遇，结果一起走错路，然后一起找对了路下来。他们也是去 Kyoto， 我们也是去 Kyoto， 然后各自3对 couple， 太神奇了。这就是在旅途当中遇到的最有趣的事情，就是你会遇到不同类型的人，然后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目的地，然后但是呢，你们在旅途的过程当中相遇到，然后有这么一面之交，这个我觉得是最棒的这一部分，旅途当中最棒的一部分。我发现了一件很奇妙的事情，这条街上每一家店前面都有一个紫色的气球茄子，为什么呢？他们在庆祝什么吗？还是在……你看，就这个紫色的茄子。
OK， 到了我们今天的住宿。终于到了 Kyoto 入住，我们在 Kyoto 的房间是一个还蛮新、蛮漂亮的酒店，然后我们订到的是这个 Twin Room。这个房间呢很小，可是呢还装修的蛮精致的。它的床头这里还有用不同颜色、不同设计的布做成的像这样的很漂亮的一个床头。厕所左边是一个浴室，它还有按摩的这种淋浴，然后里面是一个浴缸。右边是一个厕所间，就是那种日式的厕所间，非常小。OK， 我们现在呢要清洗一下，因为洗完车身上非常的黏啊。我们洗个澡，然后出去找吃的，顺便逛一下京都的街头。步入一个商业街，这条街呢应该是游客街，因为全部都是外国人。但是这个店应该是早上白天开，因为现在很多店都关了。但是呢，晚上还是会零零散散有一些美食店在开。不过这里的价钱真的挺贵的。我们打算去对面吃这家京都圣牛，这家是吃牛肉卡苏 Q 卡苏，但是要排队。我是妮妮江，喜欢从生活中发现美的感动。如果你喜欢这支视频，请关注我的频道，我会在每周定期更新视频，记得点赞、转发、打开小铃铛哦。